在1980年代的某个清晨，台湾启动了自主研发防御战机的雄心壮志计划。这项任务被称为“阴阳计划”。计划的目标不仅是替代那些服役已久的 F-5自由斗士战斗机，更希望通过研发新型战机，提升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。虽然这个计划并未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，但提到 IDF 经国号战机，许多人都会心一笑，心照不宣。那么 IDF 具体是怎么诞生的呢？它的结构设计又是什么样的呢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台湾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，借助技术转移的机会，同时与本土企业如军备局、中科公司等合作，进行了一系列战机的更新和升级。经过不断改进， IDF 逐渐成为台湾空军的核心战力。与初期相比，经国号战机不仅增强了空对空导弹的数量，还加入了先进的空对地反辐射导弹和联合遥攻武器，极大提升了火力覆盖范围。战机的核心部件，如任务电脑、电磁干扰系统、电站系统、AIFF 敌我识别系统和雷达等，都得到了显著优化。战机的整体性能得到了质的飞跃。台湾一直致力于通过购买和改进武器装备来增强防务实力。除了进口先进的外部武器外，台湾还在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方面展现了决心与才能。为了降低风险和经济负担，台湾决定在经国号战机的基础上开展一项名为“庐山计划”的衍生型战机研发计划。这一计划自2001年开始，预计历时7年，旨在通过对经国号战机的精细改进，使其性能接近甚至超过新一代战机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现有机型的升级已接近第4代战机的水平，为何还要开发全新的战机？答案在于，相较于投入巨资引进性能更强、航程更远的第4代战机，自行研发更符合台湾防空需求的轻型战机，显然是提升台湾空军实力的更优选择。在 IDF 的基础上，台湾的目标是将其转型为隐形战机，以增强在远离本土的空战中对敌突袭的能力。为了支持这一宏大计划，台湾从2000年起拨出70亿元新台币，支持汉翔公司对经国号战机进行一系列卓越改进。这项为期7年的木鱼水月研发计划，既涉及构建并试飞全新的 IDF-CD 型战机，也包括对现有 ADF-AB 型战机的性能提升和测试。此外，该计划还带有深远的战略意义，旨在通过改进 T-1042型发动机的推力，将其推力提升至2万磅，并结合隐形技术对机身、监控系统、侦察系统进行强化，展示台湾在高科技防务领域的深度思考和独到见解。台湾在不断追求军事技术的卓越中，还力求在不改变战机原有尺度的前提下，对航空电子设备进行全面升级，增强机体结构的强度和计算机软硬件的能力，并增加燃油携带量。特别是台湾希望突破对地攻击能力的限制，使其逐步演变为配备全方位作战能力的准第4代战机。在这一蓝图下，一个关键问题浮现出来：是由2名飞行员共驾一机更为高效，还是由单名飞行员操作更合适？尤其在计划将经国号从单座式改为双座式时，这一转型带来了诸多挑战。虽然增加第2名飞行员似乎能提高作战效率，但这种设计可能对飞机的气动性能、作战半径等核心性能带来负面影响。因此，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。将单座战机改为双座版，并不是简单的在机舱中增加一个座椅，而是一个涉及众多技术挑战和复杂细节处理的过程。现代战机普遍采用的是串列双座布局，这种配置在许多方面展现了其优势。相比之下，并列双座虽然在特定应用场景下有其独特优势，但装备这种座舱的现代战机数量相对较少。实际上，让单座战机转变为双座版，需要面对许多技术问题和设计调整。这不仅仅是将后座椅加到机舱后部，更要考虑到如何合理安置座椅，同时还要配备必要的显示控制设备、弹射座椅及飞行员生命支持系统等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仔细设计和调整。对于这一改动，机体结构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。尽管表面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涉及的技术细节和设计挑战非常复杂。通常，驾驶舱后方是油箱的位置，这对战机来说至关重要。增加第2个座舱，意味着原本用于存放油箱和航电设备的空间将被占用，因此战机的前机身往往需要加长，以增加可用的内部空间。
同时，座舱盖也需要重新设计，通常会采用前低后高的形式，以确保后座飞行员能够有足够的视野。为了弥补座舱改动带来的航电设备和燃油空间的损失，可能还需要在战机的背部加装额外结构。这些改动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战机的外形设计和气动性能，要求在设计过程中精确计算和调整。为了保持飞行稳定性和提高耐久性，战机的部分结构可能需要进行加固，甚至可能采用复合材料来提高机身的抗损伤能力。然而，这样的改动往往会带来额外的重量，而重量的增加对战机的性能有着直接影响，特别是在飞行性能方面，增加的重量将导致飞行操控性和战斗效率的挑战。每一项改进都涉及对现有技术的突破和对未来作战需求的深思熟虑。从实际数据来看，单座战机转为双座版通常会使飞机的重量增加约400公斤。这一增加包括多个因素，如弹射座椅本身重达100到120公斤，飞行员及其生存装备如降落伞约250公斤，再加上结构加固和材料强化所需的额外重量。以苏联时期的苏 -27 为例，将其单座版改为双座版的苏 -27 UBK 后，由于增加了座椅和其他设备，飞机重量增加了400公斤以上。这一变化对战机性能产生了显著影响。除了重量的增加，燃油容量和航程也会受到影响。由于后座椅的加入，占用了原本用于储存燃油的空间，战机的油箱容量减少，进而影响其最大航程。例如，苏 -27 UBK 由于油箱容量减少和飞行阻力增加，其最大航程从3900公里减少至3000公里，最大飞行速度也从235马赫下降到20马赫。这种改动对战机的性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，尤其是在航程和速度方面。在性能方面，飞行包线是描述战机性能的关键指标，它衡量了战机在不同飞行条件下的表现。对于双座战机而言，飞行包线的面积通常是固定的，意味着某些领域可能会得到加强，而其他领域则可能会有所削弱。例如，在一些情况下，双座设计可能会增加低速机动性能，但这往往会以牺牲高速飞行性能为代价。在气动学角度，机身面积的增加、座舱盖的扩大以及尾翼和机翼的增大都会提高空气阻力，导致飞行效率下降。以苏 -34 为例，这款并列双座配置的战机在设计上虽然注重作战能力，但由于横截面积的显著增加，其弹道半径仅限于750公里，显示出这种设计上的局限性。因此，将单座战机转型为双座版，无论是在技术、气动性能还是在作战效能上，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。单座战机转换为双座版的影响，不仅仅是增加了飞机的重量，实际上还会引发一系列与飞行性能和设计相关的复杂问题。最直接的变化之一是燃油容量的调整，这对超载能力有着显著影响。在常规设计中，战机的主要油箱位于机体的上部，随着飞行中燃油的消耗，油箱的重量减轻，这有助于减轻机翼的负担。然而，转换为双座设计后，增加的座舱重量会导致机翼根部的负载压力增大，从而影响战机的超载能力。对于像苏式战机这样的设计，超载能力的降低不仅影响了飞机的寿命，也会影响其作战能力。这种改造不仅仅是技术和设计上的挑战，更是对战机整体作战能力和战略定位的考量。每一次增加的重量，每一项结构调整，每一寸航程的缩短，都是对战机极限性能的探索与定义。这些改动会迫使设计团队在确保飞机高效能的同时，重新评估飞行员的需求和安全保障。尤其是双座配置下，飞行员之间的座位关系也带来了更多挑战。在双座战机中，后座飞行员的位置相对较高，且远离飞机轴心。在飞机执行翻滚等高机动动作时，后座飞行员的头部将承受更大的离心力，可能导致头部血液集中，产生晕眩感，进而影响其作战能力，限制了战机的机动性能。这种设计上的约束是双座战机升级过程中的一大难题。安全性也是双座战机设计中必须考虑的因素。为了确保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安全弹射，双座战机的设计通常会使后座飞行员先于前座飞行员弹射逃生。然而，如果前座飞行员在后座飞行员之前弹射，后座飞行员就可能面临火箭尾焰的威胁，增加了他们的危险，并降低了前座弹射的成功率。此外，
单做改双座的过程中，可能还需要对飞机的作战设备进行调整。例如，米格-29UB 的早期版本就因为空间限制而不得不取消了火控雷达系统，而苏-57改造为双座版时，也牺牲了前雷达舱的部分空间。这些调整虽然在增加座椅的同时满足了人员需求，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战机的作战能力。现代战机设计中采用并列双座布局的情况并不常见，主要因为这种布局增加了机身宽度，导致空气阻力增大。相比之下，串列座舱配置更为普遍，尤其在空中优势战斗机中更加注重气动性能。然而，并列座舱也有其优势，特别是在协同作战中，飞行员之间可以更直接地进行沟通。例如，苏-34战术轰炸机采用并列座舱的设计，符合其特定的作战需求，有助于飞行员之间的配合。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，单作战机转为双座版的过程，不仅影响飞机的气动性能和战斗能力，也改变了其设计理念。这种改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飞机的复杂性，同时也为战斗机性能带来了一些妥协。对于3代战机来说，改装为双座版相对灵活，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发动机潜力尚未完全发挥，能通过一些设计调整保持较好的性能。但对于4代和5代战机而言，问题就更加复杂。这些战机的航电系统和发动机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，在增加后座椅可能会导致战机失去一些核心能力，增加的重量和复杂性可能超出了其设计极限。就5代战机而言，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，它们并不需要转型为双座版，例如 F-22、F-35和苏-57等5代战机，尽管曾考虑过双座版本，但最终都摒弃了这一设计。随着航空电子系统自动化程度的提高，以及战场信息系统的高度集成，许多现代战斗机在大多数任务场景下已经不再需要双座配置，而双座战机在当前更多的承担特定任务，如教练机、地面攻击、电子战等。因此，5代战机不再迫切需要双座版本，尤其是在空中优势任务中，单座设计已经足够。另外，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进步，未来战机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无人机进行作战任务，传统的双座设计在现代作战环境中的需求也在逐渐减少。总的来说，双座战机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更多地集中在支持性质的任务上，除非是那些需要飞行员直接介入的特殊任务。而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，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无人作战飞机取代传统的双座战机。从当前的技术趋势来看，5代战机的设计思路和需求并不强烈要求双座版本，这也许预示着在未来战争中，飞行员的角色将发生变化，自动化技术和无人机可能会在越来越多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。但在这之前，如何合理利用和发展双座战机，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寰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